一觉醒来，他发现自己蛋没了，艰难地穿上裤子。他发誓以后再也不信漂亮女人。他是全城通缉的连环杀人犯，而且他杀人很挑剔，老的、小的、丑的、男的都不杀，只杀年轻的、美丽、身材好的女的。You're cute. You're cute too. And other times I would start to get to know them better, but it's too soon. 贾尼拔选择目标需要很久，温柔、善良、热情、大方的女人是他的最爱，比如这个卖花少女就不错。贾尼拔准备过几天再对她下手，因为昨天他才舒服了8次。当时他像主人一样打开受害者家冰箱，本想喝瓶马尿再开始，谁知浴室里突然传来一阵美妙的歌声。受害者喜欢在洗澡时唱歌，这一点跟踪了他1周的贾尼拔自然知道。他吃着苹果走进受害者卧室，不要小看这苹果，这可是接下来重要的道具。受害者家的猫十分可爱的来者不拒，不仅主动跳上贾尼拔的腿，还任由他随意抚摸。贾尼拔撸着猫等着受害者出来，下一秒 Who the fuck are you? Oh yeah, I should probably say, this isn't my house. 10分钟后，贾尼拔心满意足的出来，他将所有留下他指纹的地方全部擦了一遍，就连受害者的汽车他也没放过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他才变回那个平庸的自己。贾尼拔居住在老旧的破公寓里，没有妻子孩子，只有一箱杀人的工具。每次作案后，他都会把作案工具和受害者家的钥匙丢进母亲家外面的垃圾桶，这样就没人会怀疑到他身上了。贾尼拔和母亲的关系不好，每次跟母亲见面，他都憋屈的想杀人。而就在他们扮演母慈子孝的时候，警方那边也发现了那具赤膊女尸，女尸被捆绑在床上，嘴里还有一个苹果核。看到这东西，警官便知道此案是连环杀手干的，因为连环杀手每杀一个美女都会留下苹果核。很快新闻就报道了此事。贾尼拔站在电视机前，眉头紧锁，一点也看不出他就是这场案件的幕后黑手。天亮后，贾尼拔悠闲乘车去警局，他是警局的清洁工，就算光明正大偷听警官们办案，也没人会多看他一眼。可惜警局的胖妹是他的沸羊羊，有他盯着他做什么都有点束手束脚。要不是胖妹的十字架实在太大，贾尼拔根本不可能对她和颜悦色。他最近看上了那个卖花的姑娘，每天下班他都会去和卖花姑娘单方面约会。他在10米外看书，等到卖花姑娘收摊他才会离开。如果晚上实在思念得紧，那他就偷溜进卖花姑娘家转一转。 Laura, such a pretty name. And everything here tells me you live alone. 贾尼拔觉得自己很纯爱，可第2天警局已经在着手抓他这变态。今天警方又发现了一具尸体，尸体身上有被虐待的痕迹，但暗处偷窥的贾尼拔一眼认出这不是自己的受害者。他猛然反应过来有人在模仿他，因为这尸体的旁边也留下了苹果。贾尼拔试图偷走案件资料，揪出那个盗版自己，可不巧的是警官刚好在此时进来，幸好他老实的人设深入人心，因此没人怀疑到他头上。在警官带人去受害者家调查时，贾尼拔也跟着躲在暗处偷看，可惜周围戒备森严，他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。下午时，贾尼拔照旧去母亲家扮演好大人，却不料母亲竟在外面捡到一串车钥匙，而这车钥匙刚好就是被贾尼拔杀害的受害者。听到母亲想要把钥匙送去警局，贾尼拔赶紧承认这是自己的。然而母亲并不太相信，她说他和他那没用的父亲一样没用，怎么可能买得起车呢？被羞辱一番后，贾尼拔才成功拿回了钥匙。但这次事件也给他敲了警钟，为免横生枝节，贾尼拔决定提前给母亲送终。Do you put sugar in this? Too like you like it. You make terrible coffee. Sorry, Mum. Do it myself next time. 回去的路上，贾尼拔心情美妙，看到路边有流浪猫，他还好心把猫送去了宠物医院。这里的小护士看起来也不错，温柔善良，是他的菜。不过最近事情太多了，贾尼拔只能把小护士先放放。似乎这几天他的桃花有些旺。晚上去超市时，他又遇到了个美女，而且这美女不仅主动跟他搭讪，还热情邀请他去林子里捉迷藏。贾尼拔喜欢热情的女孩子，于是他拿着自己的工具箱就去了。但刚刚进入无人的地方，美女就掏出个大宝贝对准了他。I'm in a job if I can shoot you. Apple, knife. Well, isn't that interesting? 贾尼拔试图解释，但美女只要他的裤子，一件不够，得脱到底。随后他逼贾尼拔自己将自己铐起来，并用刀在他锁骨戳出一个小孔。美女伸手摸一把血肠，味道不错，难怪这么多人都崇拜汉尼拔。Should we find out? 一觉醒来，他发现自己蛋没了，艰难地穿上裤子。他发誓以后再也不信漂亮女人。贾尼拔是专挑美女下手的连环杀人魔，可昨晚他这玩阴被阴着了眼，眼前的美女竟是个蛇蝎狠人，不仅打了他的蛋，还把昏迷的他一个人丢在这林子里。早上贾尼拔身上唯一值钱的手表被人偷了，他那宝贝作案箱子里的刀和枪也被那美女拿走了。贾尼拔恨不得把他大卸8块，但此时他浑身无力，能做的只有向自己的舔狗寻求帮助。 It's me, Joe. I've been hurt. Hurt?
Do you need me to call you an ambulance? No ambulance, no police. You said I could trust you. 胖妹二话不说就开车来到了贾尼拔家，房门没锁，所以她可以直接进去。屋里有股很难闻的味道，她找了一圈才看到瘫坐在地的贾尼拔，他身下全是血。胖妹被吓了一大跳，为了自己以后的幸福生活，她赶紧给他做缝合。事后胖妹还去他爸家偷了一瓶药，她事无巨细地照顾着贾尼拔。可贾尼拔家里有很多和连环杀人案有关的资料，贾尼拔的身份只是警局清洁工，怎么会接触到这些资料并加以研究呢？胖妹只是胖不是傻，她心里产生了怀疑，于是她留下一条十字架项链，证明她救命恩人是自己，然后便赶在贾尼拔醒来前离开了这里。清醒的贾尼拔感觉某个地方空空荡荡的，男人独有的脆弱之地，但现在他感受不到一点痕迹。然而比起部位缺失，还有件更恐怖的事，那就是胖妹是他的救命恩人。一想到胖妹在他家晃来晃去，贾尼拔就觉得自己完蛋了。那些资料正常人看了都会怀疑，他担心胖妹已经报了警，于是便剪断尿袋管子，想要赶紧逃。可惜就在这时，大门被人敲响了。贾尼拔既怕是胖妹带着警察上门，又怕是那嘎蛋美人杀了过来。等到外面的动静停止，他才小心翼翼打开了门，没有人，只有一个快递盒子，盒子里是他的手机和一袋陌生的开锁器，以及他作案的武器照片。贾尼拔明白这是美女在威胁他，美女知道他家在哪，还掌握着他的作案证据，但他为什么没有报警？这一点贾尼拔怎么也想不明白。休养2天后，贾尼拔冒险去了趟警局，他想知道胖妹有没有对警官说什么。见警官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，他这才放下了心来。不过就算这样，他还是不准备放过胖妹。贾尼拔揣着把刀准备去杀猪，可那小猪只顾着关心他的伤势，甚至还想揪出伤害他的人。 I didn't see who it was. I was walking home in the park and it was dark. You sure? I'm sure. 胖妹想到了贾尼拔家里的案件资料，她问他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事情。贾尼拔看出他没有怀疑，赶紧将刀收起，解释自己想要为警局做点事。胖妹显然不信，可男人都是有梦想的，一个清洁工想要靠破案当刑警也不是什么怪事。靠着神经大条，胖妹成功逃过一劫。贾尼拔放过了她，但那恐怖的嘎蛋美女却不准备放过她。美女给他打来电话，并逼他查出他的模仿犯。前几天有个人模仿贾尼拔的作案手段，并潜入一个叫丹尼拉的女人家，残忍杀害了她。美女似乎对此案很感兴趣，她让贾尼拔用她寄给她的开锁器去丹尼拉家查案。要是他2天内找不出模仿犯，那他就会把他的作案武器寄去警局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回去后贾尼拔又接到了一个糟糕的电话，他那糟糕的母亲跟他抱怨他这2天一直拉肚子。贾尼拔心情复杂，因为他拉肚子的原因是他给他下了老鼠药，谁知道他的身体这么好，那么多药量居然拉一拉就稀释了。贾尼拔只能等下次去加大药量。白天他正常去警局上班，只是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他会偷听警官的办案进展。警官已经查出了丹尼拉被害案是模仿者做的，他怀疑凶手是丹尼拉的丈夫，毕竟那丈夫经常殴打丹尼拉。趁着警官对丹尼拉丈夫进行审讯时，贾尼拔用美女给的开锁器打开了丹尼拉家门，他拿出所有现场照片，开始用他那180的智商分析案件经过。They're different. Damn. So Daniela is doing a crossword puzzle when the copycat comes in. All you have to defend yourself with is a pen. So you try to stab him. 丹尼拉试图刺伤凶手，但凶手夺过笔扔向墙上，墙上被笔戳出来的洞就是证据。可问题是现场的笔和案件照上的笔为什么不一样？有人换了它，谁有本事做到？当然是负责这起案件的人了。贾尼拔心里有了一个猜测，果然没多久，警官就进入了房间。贾尼拔拿着刀躲在门后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警官就是杀害丹尼拉还模仿他的人。现在警官回来是想要找回那支证物笔，只是看见桌上有贾尼拔喝的啤酒，警官顿时就怀疑屋里有人。他四处查看，谁知下一秒他的手机响起，他老婆让他赶紧回家吃饭，于是他只能灰溜溜离开。知晓警官是模仿犯就好办了。贾尼拔打算杀个人丢到丹尼拉家，以此帮助其他警察尽快破案。于是贾尼拔溜去了卖花姑娘家，试图把卖花姑娘杀掉，栽赃到卡尔身上。可惜他运气不好，卖花姑娘的男友居然也在这里。有老公啊！哎，我看你直一下！贾尼拔迅速逃离现场，还好嘎蛋美女来得及时，这才把他顺利救了出去。嘎蛋美女给了他最后1天时间找出模仿者，不然就把他犯罪证据送去警局。这次贾尼拔不敢再大意，他利用在警局当清洁工的身份监听卡尔办案，但很快他就排除了卡尔的嫌疑，因为卡尔那晚去丹尼拉家是想找线索。此事其他警探全都知道，既然卡尔不是杀害丹尼拉的模仿犯，那局里谁才是呢？是整天鬼鬼祟祟的卷毛，还是看起来一身正气的罗伯特？模仿犯只杀过丹尼拉一个女人，这说明模仿犯是认识丹尼拉的，也许2人之间还有私情。贾尼拔开始分析每个警探的性格和作案动机，最后把嫌疑人锁定在卷毛身上。卷毛经常和同事谈论女人，
用词还非常不尊重。这样一个表里不一的警探，或许才是最有可能杀害丹尼拉的人。贾尼拔开始跟踪卷毛，看见卷毛进入一栋房屋，他立马用嘎达美女给的开锁工具打开房门。进去后，贾尼拔听到楼上有人在说话，没多久那说话的声音就变得气喘吁吁。贾尼拔猜测卷毛可能找到了新的目标，于是他拿着刀偷偷打开楼上的门查看。可惜他打死也没想到，卷毛居然是来单纯做运动的，而且运动对象还是男人。这下贾尼拔彻底把他排除在外，他觉得一个喜欢男人的男人是不可能有心思去对女人下手的。贾尼拔迅速把嘎蛋美女约出来，并告诉他自己找到了模仿犯，总共3个嫌疑人，排除卡尔和卷毛，那就只剩罗伯特了。 For a guy who has gotten away with killing people for so long, you really can be a moron. Meaning? Meaning the guy who is accusing people the loudest is probably doing it to cover his crimes. 而卷毛喜欢男人，但也不意味着他不杀女人。嘎蛋美女对贾尼拔的调查结果很不满，她最后又给了他1天时间去查，非让他把模仿犯查个彻底明白。然而贾尼拔擅长杀人，不擅长找人，于是他来街头找了个40岁的年轻妹子，并把她带去别人的房子里杀掉。贾尼拔故意在现场留下了一些东西，以此证明他才是连环杀人魔，而杀害丹尼拉的则是冒牌货。他要让警局的人去查模仿犯，这样他才能做到收获。第2天，40岁的同事来警局接受调查，贾尼拔看到他认识卡尔，顿时便再次怀疑起了他。晚上，贾尼拔特意去街边买了那妹子1碗，可他不知道，在他走后，警探山姆也盯上了他。山姆本想通过妹子找到杀害40岁的凶手，结果却看到了贾尼拔的身影，他想要赶紧呼叫救援，谁知下一秒车窗被人敲响。 I'm hoping you can help me with something. 贾尼拔不知嘎蛋美女替他上了后，此时他正和妹子坐在宾馆聊天。他问了很多关于卡尔的问题，妹子知无不言。他说卡尔从不买夜，他之所以和妹子认识，是因为他之前帮助过他们这群人。妹子的话让贾尼拔打消了对卡尔的怀疑，但并没打消他想要杀了美女的念头。 There is something else. 贾尼拔准备把美女塞进后备箱，可打开那一秒，他整个人都傻了。 Officer Sam. 这几天，贾尼拔遇到了一个硬茬，嘎他蛋的美女比他还要狠辣，不仅逼他找出模仿他的模仿犯，还帮他解决了盯上他的警探山姆。贾尼拔觉得他是故意给自己搞烂摊子。他的后备箱里有2具尸体，一具是他杀的妹子，一具是嘎蛋美女塞进来的山姆。昨晚他抛尸的路上车子没油，害得他只能推着车去加油站。谁知加油期间，他老母亲的追求者跑来找他搭讪，还意外发现了他车后蹭到的血。 Is that rust? That's not Russ, Walt. Anyway, it's been nice catching up, Walt. And I must catch up with your mother. Now, she is some woman. 真庆幸这老头老花，否则贾尼拔的后备箱还要再添1具。加完油后，贾尼拔去宠物医院取走了他救治的流浪猫，因为要把猫接回家，他还把放着2具尸体的车暂时停在了楼下。可惜他安置好猫下楼时，车子和尸体全都不见了。贾尼拔知道这是嘎蛋美女干的，但嘎蛋美女不接他电话，他也没办法。忐忑不安的贾尼拔很怕嘎蛋美女报警，所以一整晚都没赶回去。好在天亮后，他接到了嘎蛋美女的回电，她说他已经处理好了尸体和车，接下来他的任务是专心找出模仿者。贾尼拔不清楚他怎么处理的。去警局上班时，他看到警探全都在往外跑，心里顿时就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那嘎蛋美女做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她居然把车停在了警官的家门外。警官发现尸体后，立马叫来了所有同事，这才有了现在的场景。 I shouldn't have sipped about. We need to find Sam's car and his camera. 山姆和妹子的死惊动了全警局的警探。贾尼拔发现局里气氛不对，一整天都在夹着尾巴做人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始作俑者居然光明正大的来到警局，还给了他一个挑衅的眼神。甚至贾尼拔下班后，嘎蛋美女也跟着上了同一辆车。他取下头上的假发，并让贾尼拔不要慌张。他刚才是以证人身份去警局的，他骗他们说他之前看到一个人在骚扰街上的妹子，还画出了那个人的画像。 Who's this? It's my first. You're the police hunting your first boyfriend. No, I mean he was my first. 贾尼拔不再说话，只要嘎蛋美女不害他就行了。看出嘎蛋美女是自己这边的，他还让对方帮他一个忙。他杀害妹子之前和妹子约在宾馆见面，宾馆老板也许看到过他的脸，所以他需要嘎蛋美女去解决此事。宾馆老板是做灰色生意的，
只要钱到位，什么都好说。嘎达美女顺便拿出她第一个男人的照片，并让老板到时候对警官指认他。事情进展得很顺利，心情舒畅的贾尼拔便抽空来看了一下老母亲。他把给老母亲带的重辣烤鸡抹在老母亲浴缸，然后才把这鸡装在盘子里给老母亲吃。做完这一切，贾尼拔也没忘记正事，他要找出模仿他的模仿犯，这样嘎达美女才不会继续缠着他。贾尼拔开始跟踪嫌疑人之一的罗伯特，罗伯特是唯一一个没被他深入调查的人。贾尼拔想要看看罗伯特一天在干什么，却被罗伯特发现并一招制住。I know when I'm being watched, asshole. I just wanted to talk to you. About what? Well, people have been to me at work, and I thought if I had a friend. What the fuck are you talking about? 贾尼拔老实懦弱的人设深入人心，没人知道他是让警局焦头烂额的连环杀人魔。因为他是警局毫无存在感的清洁工，所以这些警探们从不把他放在眼里。靠着精湛的演技，贾尼拔成功打消了罗伯特的戒心。不过罗伯特越是这样谨慎，贾尼拔越是怀疑罗伯特的身份。最近有个模仿犯模仿贾尼拔的作案手段杀害了丹尼拉，贾尼拔觉得罗伯特就是那个模仿犯，见跟踪这招行不通，他干脆直接给罗伯特泼脏水。贾尼拔来到罗伯特居住的酒店，并劫持绑架了酒店清洁员，他拿走清洁员的工作牌，以此来打开罗伯特住过的房间门。进去后，他调换了罗伯特用过的刀，这样他就能用沾有罗伯特指纹的刀杀人了。贾尼拔本想就近对清洁员下手，可转念一想，在旅店不好处理尸体，反正清洁员没看到他的脸，那么他放他一马也没什么大不了。贾尼拔打算重新找个下手目标，但他不知道此时他的狂热追求者已经偷偷溜进了他家。胖妹之前来贾尼拔家帮他缝过蛋，所以他偷拿了一串他家钥匙。这几天贾尼拔一直躲着他，他便想来他家找他，谁知家里空无一人，地上也乱七八糟的。胖妹还以为贾尼拔家遭了贼，不料下一秒 Oh, sweetie, you can't be in here. 贾尼拔收养的流浪猫吃掉了贾尼拔最爱的鱼，所以昨晚贾尼拔把家里狠砸一通。胖妹不知贾尼拔讨厌这猫，还在用温柔的语气逗小猫出来。这个过程，他在床下摸到一张停车罚单，因此不慎留下了指纹。可惜他对此一无所知，发现贾尼拔把他送的十字架项链扔进了垃圾桶。他还气愤地去贾尼拔母亲家讨公道。然而在和贾尼拔母亲谈话的过程中，他逐渐发现了一些不对劲。贾尼拔母亲竟然以为贾尼拔在当汽车销售员。胖妹不清楚贾尼拔为什么骗他母亲，不过他终于意识到贾尼拔不像他看到的那样简单。胖妹决定不再当他的舔狗，但贾尼拔对此毫不在意。从旅店出来后，他去了警局上班，并给罗伯特发了一条匿名短信，上面说他知道罗伯特杀了丹尼拉。看到信息的罗伯特果然方寸大乱，甚至连会议也继续不下去。贾尼拔得意洋洋，谁知5分钟后，罗伯特竟找到他一顿乱摸。之前贾尼拔跟踪过罗伯特，所以罗伯特一收到消息就想到了他。见贾尼拔死不承认，他干脆直接拨通了那个发短信的号码。I don't want to be your friend anymore. 罗伯特不再怀疑这个胆小如鼠的家伙，可他不知道，在他走后，贾尼拔从水桶里拿出了进水的手机。下班后，贾尼拔将此事告诉了嘎蛋美女。嘎蛋美女虽然嘎了他的蛋，但他现在并不恨他，因为他有了更恨的人，那就是对他颐指气使的罗伯特。晚上，贾尼拔和嘎蛋美女溜进一家旅店，他曾在带着他的受害者之一进来过。旅馆老板看到了他的脸。虽然嘎蛋美女用钱买通他对警方说假话，可依然保不定他哪天会说真话。现在贾尼拔将他乱刀捅死，再把沾有罗伯特指纹的刀放上去沾血，这样便能一箭双雕了。刀丢到附近垃圾箱，接下来再把他藏了很久的停车罚单丢进去，就能坐实罗伯特的连环杀人犯罪名。那张被开罚单的车是他某一个受害者的，那受害者已经被藏在后备箱很久了。贾尼拔准备让那受害者重见天日，可就在这时，他发现罚单不见了。昨晚他被猫气得大发雷霆，罚单应该是掉到了床下。贾尼拔立马回家拿罚单，为了避免留下指纹，他还小心翼翼用纸包着。但他不会想到，胖妹溜进他家时，曾不慎摸到过这罚单，并留下了他的指纹。贾尼拔再次匿名给罗伯特发去信息，并让他在丹尼拉家等着自己。罗伯特不想匿名人报警说出他是杀害丹尼拉的凶手，就只能乖乖来到现场。不过贾尼拔比他还早一步，贾尼拔知道自己打不过罗伯特，所以只能靠智取。Shit. I hope I haven't killed him. Oh, thank God. 贾尼拔不敢让罗伯特死，因为罗伯特的命是嘎蛋美女的。可惜就在他等待嘎蛋美女时，罗伯特竟清醒过来展开了反击。贾尼拔当然打不过他，所以他只能继续使阴招。
贾尼拔赶紧把罗伯特绑起来拖去楼上。醒来的罗伯特不敢相信懦弱的贾尼拔会是杀人魔。贾尼拔给了他一张停车罚单，并逼他在上面留下指纹。罗伯特不懂他为什么这样做，但理智告诉他这不是什么好事。然而现在他成了案板上的鱼，根本不敢反抗贾尼拔。贾尼拔回家换了身衣服，然后就去警局撬开罗伯特的储物柜。他把沾有罗伯特指纹的罚单塞进去，这样罗伯特的连环杀人犯罪名就坐实了。当警官找到垃圾桶里带有罗伯特指纹的刀后，很快便去查了罗伯特的储物柜。根据这里面的罚单，他们成功找到了被开罚单的车。警方请来专业人士撬锁，1分钟后，后备箱里的尸体便暴露在众人眼里。特警队迅速出动，他们来到罗伯特暂住的酒店抓人，却没能在里面找到他，因为罗伯特现在在贾尼拔手里。贾尼拔这段时间一直被嘎蛋美女威胁，如今总算能交差了。他以为嘎蛋美女抓罗伯特这模仿犯是因为好人，谁知却是为了复仇。罗伯特不止杀害了丹尼拉，还帮助过一个黑警脱罪。那黑警杀害了嘎蛋美女的姐姐，负责此案的罗伯特却帮他藏匿犯罪证据。后来那黑警消失了，罗伯特还以为对方是去了别的国家，却不料黑警坟头草都2米高了。He was my first. Hey. Wait. Listen to me. Kill him. 嘎蛋美女让贾尼拔杀了罗伯特，可罗伯特贴心的把刀递给他，仇人不由自己来解决，怎么能叫做报仇呢？嘎蛋美女不止嘎蛋厉害，找紧动脉也是一找一个准。她要让罗伯特身上的血全部流干，这样才可以解他心头之恨。事后嘎蛋美女让贾尼拔处理好现场，贾尼拔一把火烧了房子，然后把罗伯特尸体带去山上掩埋。没有特殊情况的话，罗伯特的尸体将在这里变成枯骨。贾尼拔非常满意这个位置，却不知警方已经查到了他头上。之前贾尼拔用来陷害罗伯特的停车罚单上有胖妹的指纹，所以警官叫来胖妹进行审问。胖妹说她在贾尼拔家摸到过这罚单，于是警官立即猜到贾尼拔才是幕后黑手。当贾尼拔和嘎蛋美女逐渐从同伙演变成情侣时，警官也在暗中部署准备抓捕他。可警官没想到胖妹居然还放不下贾尼拔，他跑来给贾尼拔通风报信，逼得警方不得不提前现身。Fuck up, son! 这种阵仗贾尼拔是绝对不可能逃掉的。他看到嘎蛋美女也在人群中，顿时就不再慌乱。他知道只要他留着一条命，嘎蛋美女就会想方设法将他弄出来。于是他朝着自己开了一枪，并利用伤势成功坐上了救护车。